农历5月初5端午节，看起来是个热闹的日子，但你可能不知道，这一天是一年当中阴阳气场交替最剧烈、最混乱，也是毒气最盛的一道坎。接下来的内容，我会结合老祖宗的智慧与佛法观念，带你把端午节千万不能犯，毫无保留地讲清楚、说明白。只要你把这几个雷区避开了，你就能在这最凶险的一天守住元气。首先，我们来讲讲端午节绝对少不了的主角——粽子。端午拜粽子，吃粽子，在我们这边的传统习俗里，那是天经地义的大事。每到这个时候，街坊邻居、亲朋好友之间互相赠送自家包的粽子，本是一件充满人情味的美事，这也是咱们华人社会里维系感情最朴实的方式。可是，这粽子怎么送、怎么收，里头却藏着一个极大的忌讳，弄不好不仅失了礼数，甚至会影响家里的安稳与磁场。这第一个禁忌就是，千万别送，也千万别收一整串的肉粽。你看那一整串粽子，是用一根粗粗的棉绳，将几十片粽叶、满满的糯米和馅料，一颗一颗绑得结结实实的，最后打上无数个死结，然后吊成一长串垂下来。在我们本地老一辈的观念里，把人上吊轻生就叫做吊肉粽，甚至地方上为了驱邪送煞、超度亡魂的仪式，名字也叫做送肉粽。这3个字在长辈们的眼里是慎重的很，一般人根本不敢随便沾惹。那一整串解不开的绳结，捆出来的就是个成串的凶兆。在风水的微观气场里，这种死结象征着业力纠缠、心结难解以及厄运连连。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禅门里的真实故事。有一年端午节前夕，一位非常虔诚的师姐，天还没亮就去传统市场排队。她精挑细选了最肥美的黑猪肉、最香的干香菇，还有油亮亮的咸蛋黄。回到家后，她一个人在闷热的厨房里，大力汗细力汗地忙进忙出了一整天。她把粽子包得严严实实，棉绳勒得紧紧的，生怕里面的馅料露出来。傍晚时分，她提着这一整串绑得结结实实的漂亮肉粽，开开心心地走到寺庙里，要去供养她最敬重的一位老和尚。老和尚看着那一串沉甸甸的粽子，还有师姐额头上的汗水，并没有立刻伸手收下。他转身走到经桌旁，拿了一把剪刀，慈悲地笑着递给这位信徒，温和地说：“师姐，劳烦您亲手把这些绳结一颗一颗地剪开吧。”师姐愣住了，满脸不解。老和尚看着他，语重心长地开始说：“孩子啊，你看这一整串的绳结绑得多紧啊！这就好像你平时在家里操心儿子的工作，烦恼先生的身体，担忧女儿的婚姻，你把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攥在手里，死死地打成了一个解不开的结。你把自己勒得喘不过气，也把家人逼得透不过气。你把这带着无数担忧、控制欲和执念的结整串送出去，等于把化不开的业力与怨气也送给了别人。把绳结剪断，放下心里的牵挂，学会让家人自己去承担他们的功课，这才叫做真正的广结善缘啊！”这番话有如醍醐灌顶，这在佛法里就叫做同体大悲。什么是真正的善良？真正的善良不是把自己觉得好的东西一股脑的全塞给别人，而是懂得换位思考，体恤别人的忌讳与难处。人到中年，我们最大的通病往往就是用我是为你好的绳子把周围的人绑成了一长串沉甸甸的负担。大家不妨想一想，你在社会上走动，想着送人家一整大串肉粽，看起来体面又大方，
提在手里沉甸甸的多好看。可是你却忽略了，如果对方家里刚好有老人家比较传统，非常在意这些谐音和兆头，或者对方家里在过去这一年里刚好办过丧事，正在扶丧期间，你这整串带着死结的粽子送过去，对他们的心里会造成多大的刺痛和阴影。在老一辈看来，丧家收了成串的粽子，甚至有着丧事成串的恶毒隐喻，所以真要送粽子给亲朋好友，请记得拿把剪刀把那条长长的绳子剪断，拆成散的把执念剪开，一颗一颗端端正正地装在漂亮的盒子里送。当你愿意多花这1分钟把绳子剪断，把内心的执念与高高在上的施舍心放下，你送出去的就不只是一颗肉粽，而是一份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平安。这份细腻的慈悲才是端午节最高级的布施。讲完了第一个关于粽子的禁忌，解开了心里的结，接下来我们要往门外看。这第2个禁忌是我们老一辈人从小盯到大的死规矩，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那就是端午节这天千万别去溪边、海边戏水。现在的夏天一年比一年热，很多年轻人或者做父母的觉得，端午连假天气这么闷，带孩子去山里的溪边玩个水，去海边踏个浪、消个暑，有什么关系？但在老一辈的眼里，农历5月被称为毒月，而端午这天的正午更是天地间阴阳气场交战的最高点。在传统风水的观念里，水属阴，在端午节这个阳气极盛却又迅速被阴气反扑的节点，水里的磁场是最不稳定、最混乱的。民间常说这天水里容易有抓交替，容易发生水厄，这其实并不是单纯的迷信恐吓，而是老祖宗观察了大自然千百年后对天地无形力量的一种深深敬畏。5月的溪水表面看似平静，实则因为山区午后的暴雨和节气转换，暗流随时可能暴涨。在这气场最乱的一天，去到深不可测的水边，本身就是一种极具风险的妄动，也是对自身福报的一种挥霍。这里跟大家分享另一个充满智慧的佛门小故事。有一年农历5月，梅雨季刚过，天气炎热得像个大火炉，连树上的知了都叫得有气无力。寺庙里一个小沙弥热得实在受不了，满头大汗地跑到老法师面前，吵着说：“师父，后山那条溪水好凉快，今天过节，您就让我下山去溪里泡泡水，痛快一下吧。”老法师听了，并没有板起脸孔大声责骂他，也没有用鬼神之说去吓唬他。老法师只是平静地站起身，笑着递给小沙弥一个笨重的木质浇水壶，指着后院说：“孩子，溪水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汹涌，太危险了，我们不去。你若是觉得心里燥热，不如跟着师父去后院，帮那些快被太阳晒枯的地瓜叶和茄子浇水吧。”小沙弥虽然嘟着嘴不太情愿，但还是跟着师父去了菜园。他一瓢一瓢地舀水，慢慢地把清凉的水浇在干裂的泥土上，看着原本垂头丧气、快要枯死的地瓜叶，因为有了水的滋润，一点一滴地重新挺直了腰杆，散发出翠绿的生机。小沙弥心里的那股烦躁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股难言的欢喜。老法师这才摸摸他的头，慈悲地说：“你看，与其去危险的溪水里寻求一时的感官刺激，把自己的安危交给未知的深渊，不如把这渴望清凉的心转化为布施的善念，去滋养那些需要帮助的生命。当你心里有了慈悲，不再只想着自己的欲望，你的心就静了，心一静，自然就凉快了。”
这就叫做心静自然凉的真修行。各位朋友，端午节不去危险的水域，表面上是为了保全我们自己肉身的性命，避免意外发生，但在深层次的修行上，这是教我们把浮躁、向外攀援的心收回来。人到中年，最该学会的本领就是知止，能管住自己的脚，不去不该去的地方，不凑不该凑的热闹，这就是最高级的自我保护。说完了外在的危险，我们再往深处想一层，这就引出了在毒月里我们要避开的第三个禁忌，切忌纵欲好气，过度贪凉。我们现代人生活条件好了，对抗炎热的方式也变多了。端午毒月，天气一闷，很多人立刻就去买那种超大杯的加冰块手摇饮，大口大口地往肚子里灌，或者一回到家就把冷气温度调到最低，对着风口猛吹，甚至在大热天里不知节制，经常熬夜刷手机，透支自己的精神。你以为这只是生活习惯不好吗？其实这在传统修行与气场流转的观念里都是非常伤根本的漏气行为。特别过了35岁，人体的阳气本来就在走下坡路，你每贪一次凉，就是在往自己的本钱里狠狠地挖一勺。以前有一位修行极高的高僧，在端午节这天，不管外头的天气多热，太阳多毒，他依然穿着整齐的长衫，静静地端坐在书桌前，抄写经文。旁边服侍的年轻弟子热得满头大汗，手里端着一碗冰镇的酸梅汤猛灌，却还是觉得心里烦躁不安，不停地用扇子用力扇风。弟子看着师父一滴汗都没流，终于忍不住好奇地问：师父，这么闷热的天，您穿这么多，难道真的不热吗？高僧停下手中的笔，微微一笑，端起桌上的一杯温热的清茶，轻轻喝了一口，然后缓缓说道：孩子，我们这副身体不过是借假修真的法器，你猛灌冰水，贪图那种极致的冰凉感，虽然一时间痛快了嘴巴，但你却把身体里好不容易聚集起来的阳气给浇灭了。你的毛孔因为贪凉而全部打开，外头那些属于毒月的寒邪煞气和湿浊之气就会趁虚而入，日后化作难以拔除的阴寒之气，直接影响你的运势与磁场。我喝这温热的茶，虽然会微微出点细汗，但这正是在借助茶的温性，帮身体排出积压的浊气，护住我的本命元气啊！各位朋友，高僧的智慧值得我们深思。老祖宗讲究春夏养阳，端午节这个阴阳交战、气场极其不稳定的日子，我们身上的那口元气就像是在狂风中摇曳的一盏微弱油灯，在这样气场混乱的时候，这盏灯最需要的是被你用双手好好的护着、捂着。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你不仅不护着，还由着性子去消耗它，你的精气神一旦在这个时候被掏空了，这笔福气和运势的账是极难补回来的。很多中年人觉得常常疲倦，精神涣散，运气不济，其实根源都是在这些不经意的漏气中，把自己的阳气折损光了。所以，在这个端午节，请尽力克制住身体的放纵，少喝那杯冰透骨髓的水，冷气调高2度，少熬1天夜，让作息回归原本的平静。请记住，你现在的克制不是在受苦，你是在五毒月的狂风中稳稳地护住了自己那盏最宝贵的生命之灯，护住了元气。你下半年的运势与气场才能有足够强健的底气去迎接各种挑战，避开了外头的深水区与身体的耗损，把元气护住之后，我们再把焦点拉回到家里。接下来的这2个禁忌，老一辈人看得非常重，他们都跟我们手上的剪刀有关。
老人家常在端午节前夕千交代万交代，这天有第4个绝对不能犯的禁忌，那就是千万别动实体剪刀，别在这天剪头发，也绝对不要剪指甲。很多现代人听到这个禁忌，常常会不以为然地想，天气这么热，趁着放假去理发店剪个头发，清爽一下有什么不好？剪个指甲又碍着谁了？但是在传统道家与风水的微观智慧里，人体是一个小宇宙，头部是人体阳气最旺盛汇聚的地方，而指甲则是精气神在人体流转延伸的最末端。端午节这天，正如我们前面所说，是天地间阴阳两股气场交战最激烈的时候，大环境的磁场非常混乱，导致我们身上的元气本就处于一种极度紧绷、容易流失的状态。关于这一点，我想说一个关于护生与守气的禅门小故事。有一年端午节，天气异常闷热，天空中乌云密布，狂风大作，眼看着就要下一场大暴雨。寺庙里的一位小沙弥拿着一把锋利的大剪刀，走到庭院里，看着一盆长得有些凌乱的罗汉松，准备趁着下雨前把它修剪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的。就在小沙弥刚要下剪刀的时候，老和尚快步走过来，一把按住了小沙弥的手，坚决地摇了摇头。老和尚指着狂风中的树枝说：“孩子，今天天气如此极端，气压这么低，这棵树为了抵抗外头这种恶劣的闷热与狂风，正拼尽全力把根部所有的水分和生机死死地收拢在每一片枝叶里保命。你现在为了好看，一剪刀切下去，它的保护网就破了，枝叶和灵气就会从伤口大量流失，元气大伤。它甚至可能挺不过接下来的这个炎热夏天。把剪刀放下吧，等过几天天气平和了，气场稳定了，我们再来修剪。”各位朋友，万物同源，花草树木在极端气候下是如此，我们人更是如此。在佛法里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词，叫做漏。佛教常说有漏皆苦，我们每个人生来所带的福报和精气神，就像是一个装着甘甜清水的完美杯子。在端午节这种气场极其不稳的日子里去动剪刀，剪去承载阳气与灵气的头发和指甲，就好比是在你原本完好的气场保护罩上，人为地凿出了一个大漏口。元气一旦从这个虚口漏了出去，外头那些四下流窜的混乱煞气和衰气就会趁虚而入，直接影响你接下来的运势和精神状态。所以这天把剪刀收起来，其实就是效法那棵罗汉松，顺应天时，把自己的生机和元气稳稳当当地封存在身体里。既然提到了实体的剪刀，我们就顺着老和尚护身的智慧，往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再深挖一层。这就引出了端午节最容易被忽视，却也最伤人的第5个禁忌：千万别用无形的剪刀伤人，也就是佛法里最忌讳的口出恶言。在我们现代人的日常生活里，其实有一把比钢铁还要锋利、还要可怕的无形剪刀，我们几乎每天都在有意无意地使用它，那就是我们的嘴巴。这把剪刀剪碎的不仅是人际关系，更是家庭的风水和自己累世的福德。大家不妨回想一下端午节当天的场景，天气又闷又热，家里的长辈或者妈妈在像火炉一样的厨房里挥汗如雨，忙着煮菜、热粽子，准备一桌丰盛的贡品，要敬拜祖先和拜地基主。全家人忙里忙外，神经都处于紧绷状态。这时候，如果小孩子在旁边吵闹，打翻了水杯，或者先生走进来抱怨一句：“怎么这么热？这汤是不是放太多盐了？弄这么复杂干嘛？”在那一瞬间，疲惫加上闷热，
心里的那股无名火蹭地一下就冒了上来。我们总习惯把最尖酸刻薄的话、最严厉的指责，毫不留情地刺向最亲密的家人，这就叫动用了无形的剪刀。一句话出口，不仅伤了家人的心，更是把整个家宅起伏敬天的庄严气场瞬间剪得支离破碎。原本祭拜是求平安的，结果因为一句口角，反倒招来了满屋子的怨气与煞气。弘一法师一生极其注重善护口业，他曾严厉地告诫世人，人这一生最容易犯，也最容易损耗福报的过失，就是言语上的轻薄与锐利。弘一法师到了晚年，更是惜字如金，很多时候都是闭口不言，用绝对的沉默来收摄自己的身心。有一次，法师居住的简陋房间屋顶漏水，泥水滴下来，打湿了他放在桌上最珍贵的佛经手稿。旁边服侍的弟子看了，气急败坏，立刻就要冲出去，开口大声责骂那个负责修缮屋顶的泥水工人。弘一法师却一把拉住弟子，微微一笑，脸上没有一丝怒气。他平静地拿起干布，一点一点地把经书上的泥水擦干，自始至终一句责备和抱怨的话都没有说，因为他深深明白一个宇宙运行的铁律，说出去的每一句恶语，每发一次脾气，都是在用无形的剪刀狠狠地剪掉自己累世修来的福报，而咽下去的每一句怨言，收回来的每一份包容，都是在为自己、为这个家庭积攒无量的福气。各位朋友，端午节天气闷热，大家难免心浮气躁，火气大。如果今天你遇到家人不小心做错了事，孩子不听话，或者长辈又在一旁唠叨了几句，当你感觉到怒火冲上脑门，想要破口大骂的时候，请你一定要在心里给自己强行停顿3秒钟，深深地吸一口气，哪怕把嘴唇咬紧，也要把那句差点要脱口而出的抱怨和恶言硬生生地咽回肚子里。请把抽屉里那把实体的剪刀收好，同时也把你心里那把锋利的语言剪刀牢牢地锁起来。不要在这个气场最乱的日子里生气，不动怒，不批评。当你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守住了家庭的这份和气，你就是在为自己防漏福报，你也就是为自己和家人积攒了下半年最不可动摇、最丰厚的底气。所谓和气生财，在五毒月里不吵架的家庭，下半年的家运绝对会越走越顺。讲完了这5大禁忌，很多朋友听到这里，心里可能会突然咯噔一下，甚至开始感到一阵恐慌。哎呀，我刚刚才因为天气闷热，没忍住对孩子发了一通大火，或者我早上不知道有这个死规矩，刚去理发店剪了头发，还顺手修了指甲，又或者我昨天才刚送了亲家一整串结结实实的肉粽，这下完蛋了，福报是不是全漏光了？家里的运势是不是要被我毁了？大家先深呼吸，千万别慌。老祖宗留下这些规矩和禁忌，是为了给我们提个醒，让我们在气场最乱的毒月里懂得防患于未然，绝不是为了用条条框框把我们绑死，更不是为了制造焦虑。在佛法和道家的智慧里，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核心观念，叫做境随心转。什么是最大的漏气？其实，当你发现自己不小心触犯了禁忌后，那种立刻涌上心头的懊恼、深深的自责，以及对未知厄运的极度恐惧，才是真正会让你元气大伤的无形黑洞。如果你一整天都沉浸在我犯忌讳了，我要倒霉了的负面情绪里，这股巨大的焦虑磁场反而会把你自身的阳气消耗殆尽，主动把外面的煞气招惹进来。所以，如果真的不小心踩了雷区，我们该怎么做才能稳稳地把局势挽回呢？
第一步叫当下觉察，即刻止损。如果你正在发脾气，意识到犯忌的瞬间，请立刻闭上嘴巴，停止抱怨。如果你正拿着实体剪刀，请立刻把它收进抽屉。只要你能在那一瞬间踩住刹车，最凶的煞气就已经被你挡在门外了。第二步叫一念生善，怨气化解。如果是言语上伤害了家人，请放下身段，真诚地去给对方倒杯温水，轻轻说一句：刚才太热了，我脾气有些急，对不起。如果是送错了粽子，可以在心里默默祝福对方平安，或者改天再带点新鲜水果去探望。在佛法里，这叫忏悔，一念真诚的歉意，就像清晨的微光，能瞬间驱散满屋子的阴霾。第三步叫戒水静心，安神定魄。犯了忌讳之后，心里难免发虚，这时候你可以去倒一杯温热的茶水，慢慢喝下，或者用温水洗洗脸，擦擦手。通过水流的温度，把自己的注意力从恐慌中拉回当下，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不知者无罪，我已经觉察了，一切都会平安顺遂。老祖宗是最慈悲的，规矩是死的，但人心是活的。只要你不执着于过错，用一颗柔软平和的心去面对，那份坦然与转念的智慧依然能为你稳稳守住家宅的安宁心安，则一切皆安。说完了端午节当天的这几个大禁忌，各位朋友，其实这股混乱的气场不是过完端午就没事了。在我们老祖宗的智慧里，整个农历5月都被称为五毒月，甚至在道家和佛家的典籍里，还有所谓的九毒日，也就是在这个月里，有9天是天地交泰最不稳定的极端日子。这是一个宜静不宜动，宜藏不宜显的月份。那么除了端午当天，整个农历5月还有哪些我们要特别留心的延伸禁忌呢？以前有几句俗语，听起来有点吓人。第一句是5月盖屋，令人头秃。第二句是忌讳在5月婚嫁与生育。第三句则是5月到官，至死不还。很多现代人听到这些，会觉得这简直是无稽之谈。盖个房子怎么会掉头发？去上任当官怎么会回不来？我们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有钢筋水泥，有冷气高铁，哪有这么严重？其实，如果你懂得顺应天时的智慧，就会明白古人的用心良苦。农历5月梅，雨季刚过，天气又湿又闷，各种阴暗角落的晦气全都跑出来了，是一年当中各种无形的阴邪煞气最容易爆发的时候。古人称之为瘴气之气。在这种极端闷热潮湿的天气里盖房子，木材容易发霉腐烂，地基容易因为霉雨松动，更是容易招惹那些四处流窜的混乱磁场。身为主人家，每天为这些意外操心烦恼，花钱消灾，在这个本就容易烦躁的月份里，头发能不愁得掉光吗？这就是令人头秃的真实原因。同样的道理，以前交通不方便，在这种酷暑和充满瘴瘴之气的月份里，大老远的去迎亲，筹办繁琐的婚礼，或者赶路去上任当官，一路上舟车劳顿，吃不好睡不好，元气大伤。一旦被湿热煞气侵体，很容易就折损了自身的底气，甚至遭遇厄运。所以这些看似吓人的俗语，其实是老祖宗最慈悲的提醒。在佛法里，这叫做顺应因缘，万事万物都有它最适合生长的时节。农历5月，天地间的气场在剧烈转换，大自然给我们的功课，不是去向外扩张，不是去大兴土木，不是去折腾自己，而是要我们学会往内收与静心蛰伏。这就像是一颗种子，在狂风暴雨的时候，它不会急着发芽，
它会安安静静地躲在泥土里，保存自己的养分。人也一样，特别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你的精力本来就有限，在这个消耗极大的月份，更要把力气用在刀刃上。所以在这个农历5月，如果家里有什么重大的决定，像是搬家、大规模装潢，或者转换跑道换工作，如果不急，不妨稍微缓一缓，避开这个气场混乱的高峰期，让自己的脚步慢下来，多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安静地看看书，喝喝茶，抄抄经。当你懂得在纷乱的大环境中保持一份低调与内敛，不盲目冒进，你就是在顺应天时。这份不妄动的定力，就是你这个月最好的护身符，能帮你完美避开那些不必要的灾祸与口舌是非。听完了前面这几个端午节的规矩和禁忌，你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碰，这端午节过得也太累人了吧，感觉处处是雷区，防不胜防。其实老祖宗的智慧从来不是为了给我们添堵的，更不是为了制造焦虑。六祖慧能大师说过，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真正的修行不在深山老林里，也不需要你每天敲木鱼念经，真正的修行就在我们端午节洗水果、拜拜、吃粽子的这些日常琐事里。既然端午节是一年当中气场最乱的一道关卡，那我们除了避开禁忌之外，还能主动做些什么来转换磁场呢？接下来我帮大家整理了3个端午过关的微修行，这3个动作不用花你1毛钱，也不需要复杂的仪式，而且今天看完立刻就能跟着做。只要你愿意去试，你会发现家里的磁场、自己的心境都会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不可思议的正向转变。我们前面说过，端午节最忌讳整串的肉粽，因为上面的绳结带着化不开的怨气与执念，所以我们在准备拜拜或是吃粽子的时候，可以把这个动作变成一个解结的冥想练习。当你拿着剪刀准备剪开粽子的棉绳时，请你在心里默默地想起一个曾经伤害过你、误解过你，或是让你至今耿耿于怀的人，可能是不懂事的孩子，可能是冷漠的伴侣，也可能是让你受尽委屈的主管。在剪断绳子的那一瞬间，请你在心里默念一句：解结解结解冤结。这不是迷信，这是一种在心理学上也极其有效的强大暗示。心里的执念就像绑在粽子上的死结，你越在乎，它就勒得越紧，勒得你肝肠寸断。借着剪断实体的绳结，我们慈悲地把心里的怨气也主动放下了。绳结一断，执念一放，那个原本锁住你的浑浊气场，自然就跟着烟消云散了。放过别人，其实就是放过你自己。第2个微修行，50水净化法。我们前面提过，端午节这天千万别去危险的溪边戏水，以免招惹混乱的阴性磁场。但是端午节这天正午11点到1点的水，却是一年当中纯阳之气最盛，极具辟邪除秽功效的50水。老一辈常说，习50水，无肥易水。如果你没有时间出门去古井或山泉接水，没关系，不用外求。我非常建议你在这个时间段走到家里的洗手台，打开水龙头，接一盆干净的水。这时候请你做一个深呼吸，感受清凉的水流轻轻拂过指尖，然后用这盆充满阳气的水来洗洗脸、擦擦手，甚至沾一点水拍拍后颈和额头。在清洗的时候，请你在心里观想，这清凉纯正的水正在洗去我身上所有的烦躁、焦虑与浊气，把我过去半年累积的霉运通通冲刷干净。这短短1分钟的净化仪式
比你带再多昂贵的安定心神的香囊都管用，因为在这个当下，你把大自然最纯粹的阳气与正能量稳稳地收进了自己的潜意识与身体里，让你的内心重新归零。第三个微修行，与前称佛法。我们说过，这天最怕用无形的言语剪刀伤人，因为天气热，气场乱，加上中年人身上的担子重，脾气很容易就上来，一句话不对盘就可能引爆家庭大战。所以今天如果遇到家人不小心打翻东西，忘了你交代的事，或是小孩吵闹不休，当你感觉到那股无名火快要冲上脑门，呼吸开始急促，准备开口严厉指责之前，请你务必先在心里停顿3秒钟。就在这宝贵的3秒钟里，在心里默默念一句阿弥陀佛或者观世音菩萨。念佛在这里不是为了求神拜佛保佑你发财，而是为了把那把伤人的无形剪刀收回心里，彻底打断这种情绪惯性。这3秒钟的停顿能让你从即将爆发的愤怒情绪中抽离出来，让你意识到眼前的这点小事根本不值得破坏全家人的福德，不随外境起伏，才是真正的心灵自由。当你能管住自己的嘴巴，忍下那句伤人的话，你就是在帮自己防漏福报，也是为这一家人积攒了最丰厚、最温暖的底气。各位朋友，剪断执念的解结，洗去浊气的净化，停顿3秒的念佛，这3个微小的行动，就是我们今年端午节送给自己与家人最好的护身符。真正的答案跟改变命运的力量，一直都不在庙里的签筒里，而是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在每一次起心动念的觉察里。我们今天一口气讲了端午这天千万不能犯的几个大禁忌，也分享了3个防漏福报的微修行。你把这些内容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老祖宗千叮咛万嘱咐的，讲到底其实就是同一件事的2个面。一面是教我们敬天地，不去水边戏水，遵守节气赌月的规矩，不在不恰当的时间大兴土木。这讲的都是一个敬字，是对大自然运转规律的臣服，守住了这份对天地神明、对无形众生的敬畏，不去强求，不去抗衡，守的就是你这一家人下半年的安稳与太平。而另一面是教我们守自己，不随便动剪刀漏掉元气，不发脾气造下口业，节制清心不贪凉伤气。这些事守的都是你那口千金难买，一旦漏掉就收不回来的精气神。人到中年，拼的不再是谁跑得快，而是谁走得稳，谁的底子厚。守住自己心里的这口气，守的是你这副身子骨往后几十年的本钱，也是你在这个喧嚣世间立足的根本。一个对外敬天地，一个对内守自己，这2样在端午这一天缺一不可。把这个道理拎清楚了，你就再也不会把这些禁忌当成是一堆迷信的老规矩去死记硬背。你会真正懂得，那是我们一代又一代的老祖宗在这个气候最极端、最容易出事的月份里，用最慈悲的心，手把手教给我们的避坑指南与护身本事。日子这东西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靠着一个一个的关口，你都心存敬畏地稳稳当当跨过去，在每一个容易发火的瞬间忍耐下来，在每一个想要放纵的时刻克制住，这才一点一滴攒出了这半辈子让人羡慕的福气。内容的最后，我想邀请荧幕前的您和我一起做一个小小的祈福。佛家说，未成佛道，先结人缘。在端午这个气场最需要安定、最容易心浮气躁的时刻，我邀请您在留言区写下这8个字：愿家宅安宁，福慧双修。
请千万不要小看这短短的8个字，在现代这个数位时代，网络也是一个道场。当1000个人、10000个人都在这里放下心中的烦恼，留下这句充满善意与祝愿的祈愿时，这里就会汇聚成一个无比强大、无量无边的正向磁场。你留下的每一分善念，最终都会化作无形的福报，穿透空间的阻碍，10倍、100倍的回报到你自己和你最爱的家人身上。这个端午，让我们把这份敬意牢牢记在心上，把心收好，把气守住，放下多余的控制与执念，平平安安的过，比什么都强。相遇即是善缘。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让您的心灵得到了一丝平静与启发，欢迎把这份传统的智慧与平静的善念分享给更多您在乎的，以及需要这份安定的亲朋好友。愿您端午平安，福慧双修。我们下期影片再见，阿弥陀佛。